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2020年6月1号星期一，欢迎大家参加每日财经观察直播2的节目。今天的题目是中美边打边博弈，明争暗斗，这是个很虚的题目，因为内容很长，所以我没办法放到这么短的句子里面去，我又不想写个非常长的句子，所以呢我就用了一个虚词啊，就是双方呢虽然一直现在已经进入直接冲突的阶段，但是博弈仍然在进行啊，博弈仍然在进行。我今天主要是讲双方就什么呢？就这个中美第一阶段协议之间的博弈啊，博弈。我们之前有讲过啊，当川普在上个星期五啊宣布这个取消香港的这个基于香港政策法赋予它的地位之后，实际上呢，川普已经放弃了中美贸易谈判的第一阶段协议，就是打定输数了，我不要了啊，我不要了，因为双方开始一个这个级别的冲突的话呢，那是不可能会继续执行的啊。那么，但是情况并没有那么简单啊。那我先说新闻吧，然后我们再去分析这件事情。今天美国国务卿发表声明啊，那么解释最新的留学生政策，那么其中包括主要是针对中国留学生的一个签证限制啊。它的题目是美国限制人民解放军使用非移民签证项目非法获得美国技术和知识产权的能力啊，这个很长的题目啊。那为什么他要做一个这样的声明呢？因为上个星期五啊，美国总统川普啊，做了一个宣布啊，暂停所有涉及军民融合战略项目的这个中国研究生 F 签证和访问学者 J 签证的这个入境啊。这个公告是这样的啊，我解释一下。第一个就是 F 签证就所有外国留学生的签证都是 F 签证，然后这个J 签证，我准备了一下的，好，对不起啊，放哪儿去了？访问学者就是 J 签证啊 ，J 签证分 J1、J2 啊。J1、J2，然后呢，所有的留学生都是 F 签证。它是这样，它是川普总统的公告是关于停止中国非移民学生和研究人员入境美国的公告啊。然后公告前面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中共利用学生，主要是利用研究生和博士后研究人员，以非传统手段获取美国知识产权，因此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有关的或者曾经有关系的本科以上学生或研究人员被解放军利用或收编的风险很大。鉴于此，我认为让持有 F 签证或者 J 签证的中国公民入境学习和研究损害美国利益啊。然后它的内容是什么呢？内容就是从执行或者支持中国军民融合战略的实体获得资金啊，就是从一个实体，这个实体是从事或者是支持军民融合项目的这样的实体获得资金，或者受雇于这个实体，或者在上述机构，就是从上述机构或代表机构学习啊，然后或者从事研究工作。总之，你跟这个军民融合的项目有关，不管你是学习还是工作，还是从他那儿得到资助，总之如果你是一个这样的身份，或者曾经有这样的身份，你持有 F 签证或者是 J 签证都不能入境啊，都不能入境。当然他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这个研究生或者是研究人员啊，那么本科生除外
本科生除外。那么这个政策就是一个这样的政策。那么我们之前讲这个，上次讲就有七家大学的所有的学生这就研究生，所有的研究生，7家大学所有的研究生，在美国的或者没来美国的，或者是你准备跟美国去申请去美国的研究生的签证，都要离开或者是拒签之前的政策是这个，这次的政策是军民融合总之他的目标就军队那么我们之前讲过，做那个新闻的时候，我们就在讲中国会不断的收紧留学生政策但是呢他也不会一刀切为什么？他主要不一刀切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2个原因。第一个原因，给学校留下时间去适应。你这一下子，中国很多留学生，中国是全世界在美国留学生最多的国家。你一刀切的话，那这学生来不及，他来不及招其他国家的学生，那可能就出现断档影响美国的大学教育这影响很大。那他就怎么呢？他的做法是什么？他的做法就一点一点切一点一点切。这边一个切掉一个角，这边再切掉一个角，反正就不断的切总之不断的切。他不断的这么切呢，也会慢慢的削减一些中国的留学生到美国报读美国大学的意愿，也会在减少会减少。那么这是一个方面，就是给美国大学适应减少中国留学生的给他一个时间让他去适应让他赶紧去招其他国家的学生。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他也给中美博弈留下一个空间，至少中国方面会有些幻想对不起，会有些幻想就是说觉得好像这个留学生政策还有得救其实留学生政策已经没得救了。美国的政策就是最后把门关上，但是他不会那么快关，他得慢慢关，让美国的大学适应这是一个方面。但是中美之间现在的博弈打是全都在打的了，各个领域都在打的了。但是打的同时呢，不会光打，还会博弈毕竟是2个第一大经济体、第二大经济体，他们之间有无数的利益往来，所以他不可能一刀切下去。那除非打仗，那是另外一件事。如果没打仗，双方还会博弈。博弈的重点在哪里？我们今天就重点讲什么呢？中美贸易谈判第一阶段协议这个领域会涉及到重大的博弈为什么？第一，为了中美贸易谈判，双方都投入了巨大的时间、资源、精力，那么也具有非常巨大的利益在这里面那么我之前讲我们之前就是一个非常基本的判断，就是川普只要开打，那就等于放弃了这个中美贸易协议但是呢，对于中国来说，中国想不想放弃？中国绝对不想放弃。为什么？你看，从现在来看，中美2国之间，中国唯一可以牵制川普的唯一的牵制就是中美贸易协议。如果中美贸易协议放弃了，那中国就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牵制川普的。那么对于川普来说心里尽管放弃了这个协议，但是毕竟是那么多钱毕竟是好多钱他会不会心里也犯嘀咕呢？真不好说。但是如果中国还会执行的话，那不就是崩了是吧？我觉得川普心里会是这么想就是说我虽然跟他打开火，但是中国会不会心存侥幸，想让我再继续执行协议，想牵制我呢？我觉得会有这种想法。你看看我们中间看看今天发生的事情，这事情就非常能够说明这种情况那一涉及到中美贸易谈判，哪个新闻机构最
最活跃，两个机构最活跃。第一个机构就是路透社，第二个机构就是彭博社。彭博社是美国那边的消息灵通，路透社是中国那边消息。路透社基本上是成了中方的代言人、传声筒啊。就当然，路透社很愿意当这个角色，新闻机构都很愿意当这个角色，因为这有消息啊，有新闻来源啊。那么双方都利用这些新闻机构来传话啊。路透社今天的报道说，这个中国已经暂停了啊，就是因为美国开火啊，星期五川普有个宣战啊，那么中国已经暂停了采购美国的玉米、花生、猪肉，回应这个美国对香港事务的态度啊。那么上周五呢，中国取消了2万吨就是猪肉的订单啊，2万吨，相当于一个星期的订单量，就是2万吨，一周就是订2万吨啊。然后呢，但是通常但是后面都有一些问题都有一些猫腻啊。但是今天中粮集团至少买了3船美国的大豆，3船，一口气买了3船，总计18万吨。今天你看星期五川普一宣战啊，开打，然后就取消了1周的猪肉订单。但是今天你看人民日报、新华社然后这个中联办都发表文章啊，就这个批川普啊，批川普。但是今天中粮仍然订了3船美国的大豆啊，美国大豆。然后呢就10月和11月装运啊，这3船是18万吨，18万吨很多的量，非常大。3船你想一船6万吨呢，很厉害的。那么这个路透社就是援引中方的人士啊，就中方人士就是要在传话啊，如果特朗普继续针对中国，北京将不得不放弃第一阶段协议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在不断受到川普攻击的情况下，北京是不可能从美国购买商品的啊，这就是放出话来，就是说，因为其实川普星期五宣布对中国开火，四拳打出去，他并没说我放弃中美贸易协议啊，他没说要放弃啊。那中国呢，就是星期五取消订单，星期再订3船大豆，然后再放出话来，这什么意思呢？这是试探一下川普你到底是想不想执行这个第一阶段协议呢？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啊，大概这个意思。然后呢，美国农业部啊之前宣布的是1季度啊，中国买了10.2亿美元的大豆和6.91亿美元的猪肉，然后但是明显落后整个的协议的要求。川普应该是在5月底就开始翻脸，跟中国翻脸，不断的攻击中国在疫情方面的问题追责等等他曾经说过一句非常明确的话，他说疫情这个大流行，那么两国之间的这个贸易协议对我而言意义不大，他开始说过这样的话。但是这里面有一件事川普路透社又获得另外一个消息，说美国政府内部的一个消息透露就跟他们讲说什么呢？说现在川普这个陷入两难境地。为什么陷入两难境地呢？他要保留这个贸易协议呢，要么呢就要放弃这个协议，要保留呢又保留不住，保留个空头协议。就是两难是什么呢？一方面呢，他跟中国交恶，
交恶导致的结果是什么呢？导致这个结果就是中国不采购，中国不采购呢，那这个协议都变成一纸空文啊，这是一方面。就现在川普向中国开火，中国如果不愿意不买，他也没办法啊，因为他已经开火了。那这是一方面啊，这就不买了吗？不买了不就是这个一纸空文吗？但如果他放弃这个协议啊，放弃这个协议，他就要采取更多的措施去刺激经济，刺激你，因为你采购量更少了，所以呢，他现在很为难。我一看这新闻，我就在那儿想笑啊！你想一下，川普星期五不宣布这个读了5分钟的那个宣言，开战宣言，他之前没想好，他是开战，肯定这协议中方就不执行的了吗？他怎么会没想好这些事？肯定想好了的嘛，对不对？这肯定是这样的嘛，怎么可能你这边跟他开战，他那头还给你执行第一阶段协议呢？他怎么会没想过呢？肯定是想过啊，想过他怎么会为难呢？他肯定是准备好了的呀。那为什么行政部门就是白宫会放出这种风声来啊？这种风声一放出来，说明什么？说明他们互相在勾兑啊，就是中国跟美国，就川普跟习近平现在还在底下勾兑啊，勾兑什么呢？你想，如果双方都没什么好谈的，川普星期五宣布开打，然后呢，然后这个叫什么？然后中国就停止购买美国的任何商品。如果他一停止购买任何商品，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白宫这边就没什么好想的了，我就继续打的了。诶，现在的情况是什么？现在的情况是白宫那边说我好为难呐，打又不是，不打又不是，进退两难。那边呢，中国那边呢，星期五取消了一个订单，然后星期一又加一个订单，说明什么？说明川普有个心思，什么心思呢？川普觉得我打了他，他也不敢不买，要是不买的话，他就什么牵制我都没得牵制了。那他可能还会买吧，这就是川普的心态。川普的心态就是，我就算打了他，他如果继续买，他对我还有牵制能力，我就让他牵制一下，让他继续买，继续执行，也许更好。川普的想法是这个，川普要不是这么想的话，就不会有路透这个消息，左右为难的消息露出来。这个左右为难这个信息，其实讲给谁听的？讲给中方听的。讲给中方什么听的呢？就是意思就是，哎，你要是再买的话，可能我会接受哦。这就是个信息，这就是个信息。这个信息呢，非常符合川普的性格。川普的性格就是这样子啊，他有好处，他还是不想放弃啊。所以虽然他是星期五啊宣布打，但是呢，他又不想完全放弃他既得的利益。他说我是个大国，那理论上我大国就应该占点便宜，是不是？你中国要是真的不买，那我就无故的攻击你，你也挺难过的。你还是希望能够牵制我一下，那我就让你牵制一下。其实这个信息意思就是，你可以继续执行这个协议，然后呢，你还可以牵制我一下。你要是牵制我一下呢，你想牵制我一下呢，你就继续执行吧。这就是我就说，双方虽然打，但是台底下呢还是在勾兑。他们会不会勾兑下去？一定会勾兑下去。为什么？2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先说中方。对于中方来说，
如果对川普完全没有牵制能力，这个战略风险太大，这个战略风险不可承担啊！你想一下，我之前讲的，川普如果放弃了中美贸易协议，意味着川普可以选择任何一个领域向中国发起进攻，中国都没办法控制，完全控制不了。所以对于中方来说，继续执行第一阶段协议，对川普形成有效的牵制，符合他最大的利益。所以尽管川普噼里啪啦打了一拳，打了一堆猛拳，中方很受伤，但是对于中方来说，绝对不能翻脸。如果绝对翻脸的话，就是中方主动终止第一阶段协议，那中方就惨了，他就整个的对外战略就完蛋了，就崩溃了，就解体了啊。对于川普来说，虽然他已经向中方宣战啊，而且开始，你看他手下下手都非常重。其实我们之前讲过，越临近大选，川普对中国下手会越下越重。就是基本上你看两个候选人，川普也好，拜登也好，或者是这个白宫也好，国会也好，他们都竞赛，就是要强硬竞赛，看谁更强硬，越强硬越好。基本上现在是一个这样的格局。所以川普呢对中国下手会越下越重，越下越重的原因是他想当选。他如果不想当选，那他就可以装傻，但是装傻这件事情川普肯定不会干。所以呢，对于川普来说呢，他必须越打越重。所以为什么上个星期五急急忙忙的打出4拳来，原因就在这里，他真的着急。但是另外一方面，他毕竟还是想弄点好处。这个中美贸易协议这件事情，川普心里有幻想，川普在这件事情就有幻想。幻想什么呢？就算我这么对付中国，他也不敢不执行第一阶段协议。这川普就有点赌了，就在这件事情就有点赌了。但是对川普来说没损失，为什么？就算他让底下的人跟中共去勾兑，他没代价，他唯一要做的事情是什么？等一下，等什么呢？比如说，如果他现在手上握的一个很重的拍子，什么很重的拍子？如果中国真的停止，中国现在只是放风，说我们停了哈，但是他自己没宣布，只是让这些媒体来说，但他没说，他没宣布说我们停止执行，他说停止执行，那后川普毫不犹豫的把关税加上去，把所有关税全部加上去。中国不会宣布，中国现在什么呢？动作上先停下来，然后让媒体放风，说中国已经停了，看川普什么反应。川普也没啥，川普就让底下人放个风，说我们好为难啊，执行也不好，不执行也不好。哎，他这一好为难，这信号就放给中国了。中国那边收到信号，哦，原来是这个意思，行，我开始买吧。除非中国反过来做，中国如果反过来做，就根本就那就也是斗气了。如果中国开始在这件事情一斗气，川普就没选择了，就开干，就没有川普的幻想就灭了。我们现在确定川普有没有？我认为在这个阶段，川普还是有幻想，他还是幻想什么呢？幻想我继续打中共，但是中国还是不敢去暂停第一阶段协议。这川普现在的想法是这个，他还是有幻想。那如果中国真的停了，他等左看不来，右看不来，好，把关税加上，把门关上，关门打狗。川普大概就是这个心理。川普的方案
就应该是一个这个方案，放风，看一下中国什么态度。中共的态度也不会直不愣的就竹筒倒豆子一下子全出来，他可能是这边买一点，这边又不买，这边买一点，这边又不买，双方就开始在底下勾兑，大概是这样，然后就开始谈。我相信他们现在应该开始又进入接触阶段啊。这种情况才符合川普的性格，或者符合川普的一项的取向，这是川普的一项的取向。星期一呢也是符合川普的形象，上个星期五川普那个动作符合川普的形象，取向。为什么？星期五的动作是什么？就是他升级了，而且川普他还有一些不可预测性，这里面有一些不可预测。星期五的表现其实超出大家很多人的预期的，包括我的预期，超出我的预期，就是他的力度这么大。川普就是不动则已，一动全力以赴打到你痛为止，这就是川普的策略。要不呢，左搞一下，右搞一下，左扯一下，右扯一下，目的是什么？目的还是要拿钱，还拿利益。其实在这个问题上，最根本来说，他还是要把利益得到手。他老觉得这个利益没拿到，亏了，不舒服。这就是现在川普的心态，也就是现在白宫的态度取态，就大概就是这个方向。好吧，我觉得其实我今天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一个想说的，但是我已经没有时间说了。什么呢？就是我看到一个叫什么，一个智库啊，美国的一个智库，美国智库的这个态度啊。我看的一个网上有一个智库的这个言论啊，我看了一下，我就觉得，怎么说呢？知道为什么美国这些年对华政策那么失败吗？原因是为什么？原因就是美国这帮智库，美国智库的这个水平呢，可能很高。但是他们对中国的这个了解，对中国的分析的整个的分析体系有问题啊，有问题。我今天看到这篇报道，我哪儿去了？我没找，怎么不见了呢？其实我今天想讲这个，但是好像就没时间了啊，没时间了。我们下次再说吧，下次再找时间再说吧。今天的时间就差不多了啊，差不多了。好吧，今天我们下次找时间再说吧。下次找时间，这个找不到，这个好吧，对不起啊，对不起大家。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好吗？我们下面金融互动啊，金融互动之前例行公事，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那么另外提醒一下，点赞我是我们抵抗限流和这个抵抗五毛的一个，大家看到今天五毛很多啊，那五毛很多，五毛有一些策略啊，就是踩你呢，让你受到系统的控制流量，这是他们的一个策略，所以我请大家给我们多多的点赞啊，支持我们。另外呢，就是我在这里跟大家报告一件事情啊，报告什么事情呢？关于字幕，我们不断的有网友跟我们提出来，是不是准备一些字幕啊？我们之前也其实一直在筹划这件事情。
若干次的失败啊，我们现在终于成功了啊，成功了。我们现在会提供，从今天开始，我们开始提供字幕啊，提供字幕。那么大家要看字幕，要打开字幕啊，打开字幕你自己选。它通常你不用选，你只要打开那个字幕，那么它会跟随你的手机也好，电脑也好，你的系统用的是什么语言，它就会提供什么样的语言。我们现在提供的字幕是什么呢？中文的简体、繁体，那么英文、日文、西班牙语，我们提供这6种字幕啊。那么大家也可以把我们的视频推荐给外国朋友听啊，因为我们现在开始有字幕了啊。那么我们现在字幕是这样，就是直播结束之后，我们就开始准备这字幕。现在的，因为我们现在调用的是这个谷歌的语音识别，那么会有一点错误啊。我们之前试验了2下啊，也有一些错误。那么跟什么有关系？跟这个我们的回音有关系，所以我今天又把这个话筒放下来了啊，放下来。那么希望能够提高这个识别率，但是在它开始的阶段，初期的阶段，我们还会进行一些人工的矫正啊，那么需要点时间，大概需要2-3个小时，我们会把这个谷歌语音识别抓出来的字幕呢进行人工的校对校正，但也会一些遗漏，所以大家如果出了错，大家多包涵啊，多多包涵。那么另外呢，就是如果想看字幕，请打开那个字幕的这个开关啊。还有一个就是请大家可以把我们的视频分享给你国外的朋友啊。如果你们需要更多的语言，可以告诉我们，我们可以谷歌有很多语言，我们只是说我们大概可能就这些。如果你们有些网友有一些，比如说像什么丹麦啊、德国啊，都可以给我们提出来，我们可以增加啊，增加以后大家都这些就可以传出去啊，就可以产生这种语言的字幕啊。所以跟大家报告，就是我们还是希望能够不断的提高我们的节目的服务的品质啊。那么之前还有网友提出来字幕啊，或者是文本啊，或者是这个语音啊等等，我们一步步来好吗？因为我毕竟还是资源有限，我们希望能够就是一步一步去实现走得稳一点。这件事情我先把它实现，然后我们再谈其他的好吗？我们反正就不吹牛，能做到的再答应，做不到的就不要答应，我们就努力创造条件实现，好吧？好，我们现在进入直播啊，请大家点赞，请每位这里就能点赞，好吗？视频下方就能点赞啊。好，我们进入直播，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后，请大家不要聊天啊，3个情况、问题、观点，好吗？谢谢啊，先明谢一下。廖双双，谢谢赶上直播。要是没人能收拾得了 CCP， 那这个世界真是叫人太失望了，好吧 ？JDP， 谢谢，赞同王先生关于美国的谬论，矛盾越多的国家，说明越强大。更准确一点，应该是各种矛盾越容易暴露到表面的国家，一定越强大。像中国这样的专制国家，矛盾很多，但没有机制暴露到表面，于是社会的现象多是假象。艾维刘，谢谢，先打卡点赞。王先生加油，支持自由的香港独立啊。Christine 钱，谢谢。坚俊丁，谢谢。叶知秋，谢谢。今天6·1，祝令爱节日快乐，谢谢你。人 JX， 谢谢。Sherry 周，谢谢。阮光能，谢谢。Apple 人，谢谢。我觉得川普应该请老师去当智库。我的志向还是做一个媒体人吧啊。那当然，如果问我的意见，我当然会提供我的意见啊，但是不要让我去做这个工作啊，我不是做那个工作的人啊，我还是做服务大众的人，不是服务小众的人。我希望
希望能够服务大众，好吗 ？Cyberjet Jeff， 谢谢Grandma Ada， 谢谢 Angela 张，谢谢何夏，谢谢王老师，你可以有印尼的文字幕啊？我来美国之前在印尼生活了3年，我的很多朋友和同学都生活在印尼。谢谢老师，谢谢。好，可以，我去看一下有没有印尼的字幕，有的话我尽量的提供。YL， 谢谢。情况，王先生 ，Antifa 现在付钱给人去打砸抢，将来他们付钱去买选票投给民主党，我也不惊讶。我要呼吁这里有投票权的网友，不要为了$200出卖你的灵魂，要做正确的选择。川普以父之名为美国民众利益出发，他值得连任。好，你的信息我们收到了收到了。我也不赞成有人为200块钱投川普的票，我不赞成有人为200块钱，或者是2块钱，或者是2000块钱，把你的选票卖掉，卖给任何人。如果做这样的事情，那实在太糟糕了提问还有陈洪涛，谢谢。墨尔本在家办公，赶上直播，喜欢王老师严肃又不失幽默。好，谢谢你提问：这个留学生政策会影响香港特区护照 BNO 的学生吗？网友答：不会影响香港人。蓬佩奥今天的发言则表示，美国正在考虑欢迎香港人来美国，美国正在考虑这个政策。其实这个政策上一周已经有美国议员已经提出来了美国政府正在考虑这个政策应该不会，肯定不会影响香港学生情况：川普在白宫对面被烧的教堂手举圣经说，美国是一个最伟大的国家，象征着正义战胜邪恶。我还是那句话就是说美国发生一件这样的事情我觉得我一点都不觉得它对美国有太大的影响它是一个美国正常的事情美国经常发生大家的抗议这件事情不满意，然后就大家去抗议。我觉得这是一个国家应有之义就是大家有权利做这件事情。但是我还是那句话，群众运动当这件事情当抗议活动衍生成为一个群众运动的时候，它发展一起来之后，就和一开始的原因没有关系了没有关系了。这就是群众运动的特征那么群众运动往后走，那么中间会发生刚才说的打砸抢烧这就完全不意外这个和一个组织比如说美国的工会组织一场大罢工，然后去游行，完全不同。那是一个有组织的活动，群众运动是没有组织的运动。这个运动是一个通常没有组织的群众运动，都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你不知道它会到哪，它就脚踩西瓜皮到哪是哪。中间有各种政治势力都会通过这次群众运动去实现他的诉求，表达他的诉求，那么它就会发生一些不可控的事件。你现在看到的就是这样的事情就是这样的事情。它会反映美国社会的一些问题美国社会有很多问题，美国社会不是说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就没有问题，任何一个社会只要人在一起就一定有问题。没有问题的社会是什么社会？那是个完美的社会。这个完美的社会只发生在一个地方，就是集权国家。集权国家是没有社会问题，集权国家只有什么问题？集权国家只有政权的问题，没有社会问题。社会问题都拍死了，谁都没得表达，所以你看不到社会问题。
但是民主社会就有很多很多的社会问题，因为它所有的问题都会显示出来。那么一个社会一定有很多的社会问题，这不是问题。有社会问题并不重要啊，就并不是说这个社会不能有问题，只要有人群在一起，就一定会有问题，因为你跟我不一样，你是白人，我是黑人，你是黄种人，我是红种人，大家你是西班牙人你是墨西哥人，我是意大利人，生活习性不一样，你社会的阶层不同，你的经济利益不同，你的政治权利又不同，文化的、社会的、宗教的各种问题在一起。总之，不一样的人一定会有摩擦，一定有矛盾；一样的人也会有摩擦，有矛盾，因为人跟人都不一样，所以一定会有社会问题，它是正常的。最重要的不是有没有社会问题，最重要的是有没有解决社会问题的机制，这是关键。如果有这个机制，或者这个机制很完善，或者机制很灵活，那么这个国家就很强大。如果没有，这个国家有一天它就永远面对什么问题？这个政权崩溃的问题，老是有政权的问题。你没有社会问题，就会有政权的问题。你有社会问题能够暴露出来，能够解决掉，就没有政权的问题，就是一个这样的情况，好吗？情况坐标内地，小区周边已经开始允许摆地摊了，马路上各种三无小商品，很有回到70年代的感觉，历史倒退历历在目啊！小地摊摆地摊不算历史倒退，开放地摊是什么？是现实，面对现实。为什么？因为太多人失业了。你看那个谁，李克强在记者会上说西部有个城市开放摆地摊，一口气创造了10万人就业。你看李克强讲的10万人就业那表情，说什么？解决问题啊，解决问题，解决政府解决不了的问题啊，政府解决不了就业问题啊，那怎么办？摆地摊去呗。这不是历史倒退，这是面对现实，这一点都不值得炫耀啊，一点都不值得炫耀。我看那个白岩松在那儿讲，说这个摆地摊不好听啊，叫什么户外经营、占道经营，所以我说白岩松就是个屎壳郎啊，屎壳郎。提问：第一阶段协议会不会软刀子来，就是不全买，打个折，留着战略牵制能力，然后慢慢中美关系又缓和了？缓和是回不去的了啊，缓和那是不可能了啊。但是我都觉得我猜想是什么呢？我猜想是中方呢，当然就是有可能像你说的那样，我不可能傻到我全买。但我也不可能全部买，我买点牵着你，就说不买我买点，就是比如说猪肉我还买点，反正我需要猪肉啊，我就买点，但是我不全买，你不叫我买吗？我就再买点，但是呢我又能牵着你，大概是这个策略啊。美国呢，你买点就买点，但买少了我还不高兴，我还跟你说你多买点。但是美国呢也不说破，反正这事儿呢就这么大家耗着，我估计是这样，能买一点是一点，对川普来说应该是这样，买少了呢，我这边其他地方呢就打狠一点，那还是被牵制着，所以中美之间想好是不可能，但是想缓和是不可能，但是有这个东西牵着川普呢，怎么说呢？川普还是不会全力打。但是会越打越重，这是真的啊。但是你从这一点来看，川普这脸翻也没全翻啊，也没全翻，所以大家要小心。所以我们看川普也不能够说啊，他一做这个动作，就这个就非常正确啊，我就全相信他。
千万别啊，千万别，不会的啊！川普我不觉得他是星期五那个宣言是讲出来了，但他底下又开始往回兜这件事情，大家得看明白啊，看明白。观点，我的想法和汪先生有点不一样。这次疫情，美国单就经济就花了6万亿美元，具体经济损失还不知道多少，而贸易协议才2000亿美元，零头都不够，这还没有考虑人命的损失。我认为贸易协议已经成为川普选情的负资产，今年的大选已经成为打击中国的竞赛。没错，你说的完全正确，但是川普也会憋不住的。川普也是憋不住，川普的本性也是很难改的。我是为什么会想到这一层去，就是我还是对川普的这种属性我是印象深刻川普往这边稍微拐一点，我就很敏感，我就非常敏感，我在这个方面我比别人敏感，因为我认为川普对利益的执着比任何人都强比任何人，他的政治属性也有，但是没有利益属性更强，所以我觉得川普会一不小心又得咬一口，他老惦记这东西就这样。提问：美国会为了利益放弃香港吗？香港这事放弃不了了吧？香港已经打起来了，这仗已经打起来了，没得不打的了。川普已经把这火点起来了，不可能不打的。香港问题上没得说，没得讲问题，王老师好，如果香港不再是国际金融中心了，港元崩溃，连续汇率破产后，去香港上市还有意义吗？我们公司是深圳一线企业子公司，计划3年后去香港上市。3年后的事情真不好说真不好说，现在判断不了。但是现在香港的前景非常暗淡非常暗淡，就是按照这个历史车轮往前走的这个方向来看，你们3年后去香港上市这个计划应该实现不了但是我不知道具体的进程是怎样，这控制不了，不知道中美之间怎么打怎么勾兑，不好说观点，王老师早上好，昨天还在跟老公讨论，香港只不过是美国眼中跟中国博弈的政治工具，主要是权衡利弊，只不过香港夹在2个国家中间做了磨心，所以我们现在对现在的政局，对于美国也没抱太大的幻想，只是希望能够接近这一博弈，能为香港带来一丝希望而已。今天早上王老师的内容让我更加清醒了。OK， 当然我们对任何的政治现实最重要的是搞清楚政治现实是什么，就不能够一面倒，没有事情是政治上没有一面倒的事情，一面倒的事情一定是非常愚蠢的。你比如说当初中国一面倒向苏联这是非常愚蠢的，结果最后跟苏联一翻脸，结果西方也不要他，这是这个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结果2头都靠不上，饿死一堆人，把自己老百姓给饿死了，这就是中国的愚蠢。所以一面倒，政治上的一面倒肯定是愚蠢的行为。所以呢，对政治人物也不能够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你比如说有人对川普觉得川普就是干翻中共的大救星把所有中国未来的期望压在川普的身上，这是非常愚蠢的很多川粉是出于这种想法，所以保护川普不能攻击，不能说川普坏话，只要说川普坏话就翻脸。很多中国的川粉是这样的情况，这个是完全不具有政治常识的情况。如果你有一点点政治常识，都不应该这样取向。你不是追偶像，
你追偶像可以，没问题。你不是追的偶像，那是政治人物，不是偶像。偶像卖什么？偶像卖喜欢。偶像的卖点是我要让你喜欢我，好的丑的你都得喜欢我，这是个追星的一个模式，就是你得喜欢他，着迷，为他着迷。政治人物你怎么能为他着迷呢？不能攻击他，你肯定得让他攻击他。所有的政治人物就得盯着他才行。就像我这样，我是盯着川普的。你看今天川普这个话一放出来，我很敏感，马上就说川普要勾兑，这就是盯着他，这就是盯着他。媒体的任务是什么？就是盯着你，不能够让你去勾兑。我不希望他勾兑我不希望他勾兑，所以我得把这事情告诉大家。所以你知道川普的川粉，有些川粉说你不能够攻击川普，怎么不能攻击川普呢？必须攻击川普。川普一做错任何事情，我都得攻击他，对吧？他做对了，我表示赞赏。你比如说星期五，我表示赞赏。但是今天这个情况，我肯定我不是攻击他，我只是点出来，把这个可能性点给大家，让大家知道这个情况。媒体的任务是什么？这就是媒体的任务啊。所以不能对政治人物抱有幻想，不能对其他国家抱有幻想。你自己的事情你要自己尽心尽力去做，别人帮助你才有依据。你自己不尽心尽力做，别人不会帮你。天助自助者。香港的问题也是一样，所有的香港人首先要抗争，如果不抗争，没有人有帮助你的理由。你看现在的局面就是香港的抗争起了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这样。吐槽儿童节，学校例行爱国主义、爱国教育后，让每位学生做一张心愿卡。儿子的卡片上，枪炮子弹围绕着一个插满中国国旗的地球，上面一句话：希望地球变成中国球。他才2年级，战狼从小培养，他们把我的孩子培养成我不喜欢的样子。我没多说什么，我只能一如既往的给他讲更多外面世界的故事，不同国家的文化和价值观，战争有多残酷，处于这样的环境无法肉身翻墙，一定要给孩子一个独立思考的能力，长大后他们才能拨开云雾，清醒的做自己的选择。你也要做一个思想准备，你可能会输的，真的，你有可能输啊。当然，如果你是一个有心的父母，你可能会赢。你要坚持做坚持做，你可能会赢。而且你在孩子上付出的每一分钟都会有回报的这是非常重要的原则啊。提问：每 7.8 港元背后都有1美元做保证，如果大量撤资，外汇储备减少，是否代表流通的港元也会相对减少，会发生通货紧缩吗？没有啊。你如果大家都在换港元，说明它港元需求在减少对吧？我不要港元，我把它换成美元，你这个人就消失了，你就在市场上消失，因为你没有港元，那你没有需求啊。所以其实你说会产生通缩，理论上应该不会产生通缩啊。情况：朋友在国内名校做国际关系的研究员，工作就是去各国交流、学语言、旅游，和别的国家相关人员一起吃喝玩乐。美国左派爱中国文化的一帮人，应该都是同类研究员，毫无大脑的玩乐派。这些人不是玩乐派，这些人就是典型的间谍。典型的间谍，不是，哪有这么好的工作？这天天找人玩、交朋友、吃喝玩乐，怎么可能？不可能，他后面是有东西的，有任务的。美国左派爱中国文化的一帮人，谁养他们？美国左派怎么可能？不可能光吃喝玩乐啊！研究员
研究员是要有地盘的，对吗？你说是不是？提问：王老师对墙内政府不断支持电商直播，连包子都自己站台了，有什么看法？不管民航、明星，感觉大家都疯了。线上什么政府支持电商政府线上电商卖货，线下摆摊儿，自己消费，然后大家钱包都空了，谁去消费？政府也没办法，政府他也就支持我不知道你说政府不断的支持电商什么意思？政府跟电商没有1毛钱的关系啊。包子自己站台有吗？我没看见过。包子去支持哪个电商得了？那还我不知道你说的这个情况是这样。反正呢，电商肯定是现在中国的一个风口。现在大家都觉得因为为什么？因为之前的这个疫情期间，其实电商不就电商在跑吗？那么现在大家觉得电商还不错，受疫情影响最小，这个可以理解。但是你说钱包空了，谁去消费？该有钱的人呢，也没那2下就空了；没钱的人呢，刺激也没用，大概就这样啊。观点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3大法宝。中共的统战可以渗透一切，人家绝活就是背后煽动啊。提问：王老师，我的父母还在国内，本来我2年后可以帮他们移民，这下子不知道后面怎么样。现在的情况是否应该让他们冒险过来？你觉得是闭关锁国的情况下，这些年老的韭菜会不会不准他们出国移民？出国移民不会不准吧？你移民是给他签证，应该不会吧？他是不让那些人出国的是什么？出国旅游主要是花钱花外汇，你这些移民应该影响不大吧？我觉得啊，如果有一天这个影响呢，问题就严重了啊，因为他没有利益关系嘛，是不是？观点：美国的抗议明显被人利用 ，FBI 已经介入，王老师怎么看？我没看到 FBI 介入啊，我只看到他们在批评。这里面主要的批评，推特上面骂的最多的是认为中共有介入美国的抗议活动啊。我还是上午那个观点，我觉得中共当然很想利用这些东西来搞美国啊。但是你现在你用常理想，我手上没有任何证据，我没办法否认，也没办法肯定，但是我只可以给大家一个我的看法。我的看法，中共胆儿再大，这个时候也不敢动。为什么？最多骂街。他真的要介入这件事情，你没好几千人怎么介入啊？美国那么多城市，对吧？你要让这么多城市动起来，你不得组织几千人的队伍，每个城市弄个好几百人，你才能把这个东西轰起来，对不对？你好几千人，你有这么大庞大的组织，你也有手机，你也有互联网，美国的情报机构也不是吃干饭的吧，对不对？你要真这么干，给美国抓到了，美国现在天天找你茬，要跟你掐架，你这个卖一个破绽给他，那如果万一被发现了，你觉得会有什么后果？你是痛快了一下，但后患无穷，好吗？我不觉得中共会干这种事情。但如果中共干这种事情，你说完全排除这个可能性，也不能完全排除。但问题是，就是从理性的角度来分析，我觉得中共不应该干这种事情啊。情况网络上现在流传 MFC 的相关实体纳入了中国所有好点的大学和理工学院，那份表格来自被美国国务院资助的澳洲智库。如果是这样，以后赴美读研会成为历史。所有吗？不一定吧。
他说的 MFC 就是军民融合的项目啊。如果那个所有都包括了吗？我没看到那个表啊，有空发上来给我们看看。我没看到这个表，好吗？情况：前几天去香港银行办事，听到银行职员在里面说，全县分行美金全卖光。昨天又去银行办事，银行很多人有好多人用袋子装着钱去换美金，用袋子装着钱。香港吗？香港为什么用袋子换钱装钱啊？观点：香港不是放弃抗战，是已经没有什么可干，接下来就立法会选战，天天上前线是不可能的。对，就是立法会选战，现在就是备战立法会选举啊，就是要把在这场选举的时候，把这个立法会占领啊。观点：香港的抗争，民众和公司应该进入第二阶段，经济的抗争，拒绝向非法的临政港共政府交税，并且大量换美元转出香港，这样才能断掉共匪临政作恶的本钱。是现在政府应该非常忙啊，非常忙，因为应该有大量的钱，就是大量的这个需求正在涌到银行去，持续在发生。提问：今天腾讯看了个报道，再多宇宙飞船上天，川普哪去了？啊，这个吧。观点：中国和美国的提问，这个报道，再多宇宙飞船上天，川普也接不回弗洛伊德和10万美国人回人间，这是什么心态啊？想爆粗了。我觉得哈，大家还是不要看国内的媒体，看国内媒体干什么？没意义啊！除了生气，你还能什么？又得不到正常的信息。观点：中国和美国开打这种冷战，也许正是习近平希望看到的局面。不会吧？有这样的？我觉得你这个想法太不靠谱。情况：坐标上海，供职于一家咨询公司，老板是70后硕士，有一些与中共政府内部有关系的智囊朋友，都是他的同龄人。贸易战以来，此朋友圈向他灌了好多厉害国际特色鸡汤。让我惊讶的是，他所认知的世界与现实大相径庭，特别是对国运的认知，哪怕所谓的智囊亦是如此。而同事则是非985即海归硕士的年轻人，每次例会的宏观形势讨论都让我显得与他们格格不入，只能选择沉默与附和。这就是我身边的价值观现状，很是无奈，很是绝望。咨询公司，好吧，他们觉得什么？他们觉得现在中国很好吗？如果是这个判断，那差别太大了，好吗？那我觉得太奇怪了。如果他做咨询公司，对现状都没有办法把握，他怎么去咨询呢？特别是宏观经济，你宏观形势分析，一个是政治，一个是经济，一个是社会，对吗？政治、经济、社会这3大领域，你的宏观判断如果还是鸡汤形式，我的天，这怎么混呢？这个不好混吧？情况：坐标日本，3个半小时之前，当地时间20点开始，日本全国各地上百家花火公司一起放花火，照亮夜空，名为希望，照亮黑暗，驱散疫情。灿烂的烟花给人们光明和希望。为了防止人群聚集，事前并无通知，虽然只有短短5分钟，也让在疫情笼罩下的日本看到了光明和未来。多有人情味的国家。看法：王老师晚上好。昨天看到一张香港夜景的照片，突然泪如雨下，真的好难过。不是难过我们即将面临的艰难，而是看到曾经的繁荣。灯火辉煌的香港就这样被摧残，被陨落。
一想到热爱自己故土的港人，走在街上流血流泪的市民，我的心好痛，眼泪根本止不住，就好像眼见养育自己的妈妈被坏人强行拉走做了小老婆，明知道自己的妈妈是大家闺秀，眼睁睁看着，真的好伤心。提问：我今天硕士毕业，专业自然地理学，很难进一般的企业，后来签了个广州的事业单位，待遇还不太好。我现在备考深圳市的公务员，听说考上1年能拿到20多万，翻墙后看了太多，现在很迷茫，不知道该考不该考，麻烦王老师给个建议。我真的不知道该给你什么建议啊。这里面有两个情况。第一个情况就是你确定你想当公务员吗？你要知道公务员当了3年以后啥都不能干，只能干到公务员了，这是第一个，你要想清楚啊。第二个，如果公务员很难考啊，特别是深圳的公务员，全中国最难考的公务员应该是深圳跟北京了啊，国家机关和深圳的公务员了。所以你要想清楚啊，你也值不值得为了这件事情付出努力，这是第二个。第三个，你有没有想做点别的呢？一定要考公务员吗？对吗？而且我认为，我是这么觉得哈，现在这个乱世还是以不变应万变为好啊，所以你做点别的努力吧，可能会更好一点啊，仅供参考啊。好，明谢 Jenny 唐，谢谢 Mike 朱，谢谢 Jack Han， 谢谢 Piano Impro 谢谢王老师。推特上有个暴乱的视频，有个人用中文说走走走，中共有没有可能请人故意去打砸抢？有这么多暴乱的话，有个中国人用中国讲，我不觉得意味着什么。贝拉瑞，谢谢姥姥王，谢谢王先生，知道我对您一路来的支持是基于敬佩你的学养深厚以及理念相同。还有一点很重要，从您的第一个节目到现在，您对川普的评价分析，我都是没有一句不赞成的，往往是会心一笑。今天您评论川普与政治政党都太精彩了，谢谢你，谢谢你姥姥王对我的一直支持。Jeff 陈，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你的支持。